今天的美国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焦虑，从特朗普到拜登，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在声嘶力竭地呼喊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甚至为此不惜撕下自由市场的伪装，撒下几千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就为了让几家芯片巨头重新在美国的土地上开工，就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问题，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装了半个地球，被称为民主兵工厂的国家，一个工业产值一度占到全球近一半的巨人，是怎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他到底是怎么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工厂，让曾经震耳欲聋的生产线归于一片沉寂的？这不是一个被别人打败的故事，这是一个帝国从内部开始一步步自我毁灭的故事。这是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如何用金融报表替换了工厂蓝图的故事。这更是一个被遗弃的工业锈带如何用它的铁锈慢慢腐蚀掉整个国家灵魂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底特律，当时一个普通美国男性哪怕没上过大学，只要在福特的流水线上找到一份工作，就能拥有安稳的生活。这份工作正是无数美国蓝领工人美国梦的具象化体现。他们所在的汽车工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签下了一份被称为底特律条约的合同，这份合同保证了他优厚的养老金和全家人的医疗保险。他们每周的工资大概是76美元，只需要工作30个周，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就能买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在那个年代，每6个工作的美国人里就有一个直接或间接的为汽车工业服务。这些蓝领工人构成了美国庞大、自信且富足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幸福生活建立在一个无比强大的工业帝国之上。此时二战刚刚结束，欧洲和亚洲的大片土地都被打成了一片废墟，唯有美国本土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大发战争财，在战争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工业动员。那时候的美国工业产能有多逆天，仅仅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的总和，而盟军使用的所有军事装备里有2/3都是美国制造。底特律就是这个帝国的民主兵工厂，单单一个克莱斯勒的坦克工厂就生产了全美国1/4的坦克。到1960年，美国的 GDP 占到了全世界的 40%。然而就在这辉煌的顶点，美国人亲手埋下了衰落的种子。这个原罪不是别的，就是胜利者无法避免的傲慢。我知道有些朋友喜欢通勤时或者临睡前听我的视频，但长时间看着屏幕眼睛也不舒服，那不妨换个更轻松的方式，点击视频左下角的汽水音乐，打开听抖音模式，不仅锁屏也能播放，还能自动联播定时关闭，这样就能随时随地畅听我的节目，快来试试吧。当你的工厂强大到没有对手时，你会做什么？是继续埋头研究怎么把螺丝拧得更快，还是抬头仰望星空，思考更高级的问题？美国选择了后者。他们把制造业的领先当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不是需要每天在车间里用汗水和智慧去维护的成果。生产制造这种活又脏又累，不是他们这种世界之王需要操心的。一位学者直言不讳地说，生产是我们最不担心的事，因为我们是国王，没人能靠近我们。于是整个美国的创新资源开始向军事、航天、基础科研这些领域倾斜，而对于如何改进生产线，如何提高效率，如何让制造业变得更精益，他们不屑一顾。而就在美国仰望星空的时候，被他们打成废墟的德国和日本正在埋头苦干。他们没有选择，必须在资源匮乏的绝境里研究出最高效、最精益的生产方式，去重建自己的工业基础。一个在享受胜利的果实，另一些则在播种未来的种子。这致命的傲慢就是美国工业衰败的原罪，它为后来华尔街那把锋利的屠刀提供了最完美的借口。时间快进到70年代，此时的世界已经变了。美国工厂的订单时好时坏，工友们不再像父辈那样对未来充满信心，一股看不见的寒气正在慢慢侵入这个工业帝国的心脏。1971年，尼克松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背后传递的信息简单粗暴，我们美国人印的这张绿纸比你们从地里辛辛苦苦挖出来的黄金更重要。从这一刻起，美国的国家实力不再锚定在工厂的生产线上，而是锚定在了华尔街的印钞机上。金融第一次站到了工业的头上。如果说尼克松只是把刀递了出去，那真正为这把刀开刃的是一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家。1970年，他提出了一种后来被整个美国商界奉为圭臬的理论——股东价值至上。这个理论听起来很高深，翻译过来就一句话：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其他的一切，包括员工的福利、社区的繁荣，甚至国家的利益，都得靠边站。弗里德曼给了华尔街一把思想上的屠刀，他用一套完美的理论为美国的 CEO 们完成了一次道德松绑。他告诉这些精英，拆掉一座工厂，解雇1万名工人，把生产线搬到海外，这不是背叛，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对股东的崇高责任。从此，长期的技术投入成了愚蠢的成本，而忠诚的工人们则变成了资产负债表上冰冷的负数。有了理论的武器，自然就有了挥刀的刽子手，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通用电气当时的 CEO 杰克·韦尔奇。
他有个外号叫重子弹杰克，因为他所到之处，工厂的建筑还在，但里面的工人全没了。在他执掌通用电气的20年里，他裁掉了超过10万名员工，把大量的工厂业务外包离岸，把一个响当当的工业巨头硬生生变成了一家靠金融部门赚钱的金融公司。韦尔奇的这套玩法很快成了全美国 CEO 的标准操作，而2个历史性的事件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工具。第一个事件是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它让美国公司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工厂搬到墨西哥，用一天几美元薪水的用工成本替换掉了过去要付几十美元日薪的美国工人。据统计，这套贸易协定至少导致了70万到100万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第二个事件威力更大，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一个拥有数亿勤劳、廉价且高素质劳动力的庞大市场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叠加全球产业链调整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从1999年到2011年，美国全产业岗位减少200万至240万个，其中光制造业就占了近100万个。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蓝领们的情况，他们所在的工厂关门了，机器被廉价变卖，运往了墨西哥或者中国，他们父辈靠双手挣来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他们的美国梦碎了。当工厂的灯光一盏盏熄灭，留下的是什么？是绵延数百英里，从五大湖区一直延伸到中西部的铁锈地带。底特律这座曾经拥有185万人口的汽车之城，人口暴跌超过 65%， 只剩下不到70万人。到了2012年，这座城市1/3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地和废墟，并因为高犯罪率、人口外流及破产风险等诸多负面因素，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悲惨城市。而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也上演了悲哀的一幕，这座曾经是通用汽车诞生地、全球汽车工业的心脏，竟然连为市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这种最基本的功能都做不到了。为了省钱，市政府在紧急财政状态下决定不再使用底特律的供水系统，转而从充满工业污染的弗林特河取水，并且没有进行必要的防腐蚀处理。结果老化的水管系统释放出大量的铅，毒害了整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儿童。一个能造出世界上最复杂汽车的城市，最后却被自来水管打败了。这不仅仅是城市的悲剧，更是美国工业衰败最真实的写照。你以为这只是一笔经济账吗？不，这是一笔人命账，更是一笔政治账。当稳定的有尊严的制造业工作消失后，留下的巨大社会真空中滋生出2颗毒瘤。第一个毒瘤是毒品。今天美国的阿片危机重灾区正是铁锈地带和阿巴拉契亚山区这些被全球化抛弃的地方，这不是巧合，而是一场源于经济崩溃的公共卫生灾难。当地很多美国人在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未来的盼头后，就将毒品视为了自己唯一的慰藉。第二颗毒瘤是政治的撕裂，那些被遗忘的蓝领工人成了美国政治中最愤怒、最不稳定的一群人，他们的怒气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政治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铁锈地带的几个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成了决定美国总统归属的关键战场。特朗普的崛起，他那句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的口号，本质上就是对我们在第1章里描述的那个黄金时代的一次遥远而痛苦的招魂。被关闭的工厂最终变成了泛滥的毒品和撕裂的选票，锈带的铁锈最终腐蚀了美国的政治机体。从黄金时代的傲慢到华尔街的贪婪，再到铁锈地带的绝望，美国工业的自我毁灭之路逻辑清晰，环环相扣。那么他们还能回去吗？靠几千亿的补贴就能重建民主兵工厂吗？恐怕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今天的制造业早已不是敲敲打打的流水线，它需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美国已经失去了。首先是人的流失。苹果 CEO 蒂姆·库克曾无奈地说，在美国你甚至凑不齐一屋子的模具工程师，几十年的去工业化早已造成了严重的技能断层。其次是基础设施的落后，从日益不稳定的电网到陈旧的物流体系，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无力支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是供应链的缺失，中国花了数十年时间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完整、最高效的供应链网络，从一颗螺丝钉到一枚芯片，在特定区域内即可找到全链条供应商。这种生态优势不是靠补贴就能在短时间内复制的。美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他忘记了工业的强大最终是建立在车间，而不是赌场里。当一个帝国的精英阶层只擅长玩弄资本，却把如何制造产品抛在脑后时，他就已经为自己的衰落写好了墓志铭。这片铁锈恐怕再也擦不掉了。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这原本只是网友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句话所适用的领域正不断扩展。从事故频出的军工基建到无法实现的政府画饼，这些曾经被视为印度笑话的一切也开始在美国频繁上演。尤其是在特朗普再度上台之后，就连美国白宫的画风都变成了无视现实的胜利无处不在，看起来像极了印度迷之自信的样子。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画风为什么竟然在向被全世界当成笑话的
印度靠拢。美国与印度曾经是完全不会被放在一起对比的两个国家。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备受向往的人类文明灯塔，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和力压全球的科研能力。美国制造在世人眼中是精密先进的代名词。虽然美国事实上早已去工业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只是因为美国嫌弃搞工业辛苦还不赚钱，主动放弃。只要美国想，就能迅速复活为二战时那个独占世界一半工业生产的工业强国。印度则是全球知名笑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偏偏还有种迷之自信，觉得什么牛都敢往外吹。直到21世纪的第2个10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加之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发展，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摆脱了对美国的崇拜滤镜，转而开始注意到美国旋转门下政商勾结垄断，名为快乐教育，实则通过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差距扼杀上升通道等阶级固化的情况，以及美国那越发尖锐的种族歧视问题。提起阶级固化、社会歧视，作为典型的代表当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于是当有博主提出美国印度化的概念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一开始这只是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概念最初的适用范围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广泛。不知从何时开始，美国军机坠毁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基建事故也变得愈发频繁，德州大雪停电和俄州毒列车脱轨更是让这一问题彻底出圈。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只有印度才会闹出的笑话，竟一一在美国上演，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无疑是美国的去工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意志如何抵得过资本逐利的本能？于是所有的再工业化政策目标最后都被证明只是这幅画饼，美国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这种高调宣言而难以落实的治理状态，显然也很不符合美国一言九鼎的世界霸主形象，倒是与印度中央政府雄心勃勃却碍于治理能力低下，被地方和各路利益集团阻挠，计划无法落地的画风十分相似。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堕落也并非毫无感受，他们也认为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其中少不了资本这个深层政府的作用。为了改变现状，他们在2016年将反建制、反精英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即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的表现并不如意，也没有动摇对他的支持。2020年，特朗普的普选得票数甚至还有所增加。只不过，由于民主党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表现更好，特朗普输掉了这次大选。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却并不气馁，对于2020年的失败，他们均认定是民主党选举舞弊。到了2024年，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是将背着重罪指控的特朗普再度选上了台。在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宣称他已经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上台之后将彻底清算深层政府，让自己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上台之后，特朗普也确实大刀阔斧，又是接连签署总统令推翻原有政策，又是任用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裁撤冗员。那么美国的情况变得好起来了吗？其实并没有。在特朗普的一通操作之下，美国的通胀问题愈演愈烈，企业压力越来越大，就连一贯坚挺的美国股市都开始转头向下，意味着资本正准备逃离美国。但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支持者们似乎并不这么觉得。白宫官网上赫然挂着，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又收获了无尽的胜利。MAGA们依旧在为伟大的特朗普总统热情欢呼。这种无视现实情况、公然宣称胜利的姿态，给人的感觉像极了印度那迷之自信的样子，这让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网友看得目瞪口呆。你美利坚好歹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怎么就变得和印度一个样子了？其实如果带入美国的立场，就会发现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看起来有些魔幻的样子，完全合情合理。自私是人的天性，资本更是贪婪。美国资本想要垄断国家权力，一点也不值得意外。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这个对手的存在，美国要与苏联争夺民心，这些资本家也担心一旦输给苏联，美国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尚且不敢做得太过，要给民众福利和上升渠道。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没有了对手的资本家也不需要继续装模作样。于是美国开始推行快乐教育，开始放纵毒品问题，并且疯狂给高等教育涨价。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美国普通人堕落越来越容易，
学好越来越困难，美国的精英阶级就可以通过精英教育与普通人拉开差距，让精英地位世代传承。这样的操作确实起到了固化阶级的效果，但也导致了美国底层的素质下降。但是在工业化的时代，就算是底层工人也需要相当的知识水平，美国底层的素质跟不上，对美国的实体工业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好在此时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不必在本国死磕。美国顺势开始产业转移，只将最赚钱的部分留在本土，苦活累活统统外包。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工业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发展部门，没有了工业，再多的设想也无法落地。去工业化的美国赫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的创新格局变成了美国负责设想，中国负责实现。对此，美国口头上声称中国实现突破的领域都不重要，实际上却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美国在历史上就是凭借生产力优势超越了大英，拖垮了苏联，才获得了如今的世界霸权。如何会不担心中国如法炮制取代自己的地位呢？于是美国试图引领制造业回流。然而对于资本来说，美国合格劳动力不足且用工成本高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还在去工业化后的这些年中愈发糟糕，怎么会回美国自讨苦吃？即使美国政府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手段，美国的制造业依旧看不到复兴的迹象。到了这个份上，美国已经很清楚自己没法战胜中国了，就算如今还有存量优势，但这点存量早晚有耗尽的一天。但美国不能对外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在失去了工业优势后，美国其实在靠霸权吸血来维持自己的繁荣。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这套吸血模式就没办法继续，美国可能要陷入崩溃。所以即使从现实数据来看，美国已经输了，但是美国还是必须要继续赢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建制派盯上了软实力、巧实力，开动舆论宣传机器，搞出了一套美国过去赢，所以现在也赢的逻辑，对中国的成果进行掩盖和抹黑，动辄，但代价是什么呢？可这样的强辩到底难以服众啊！尤其是在美国民众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得糟糕，却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好的时候，愤怒和惶恐让美国民众抛弃了传统建制派，试图通过选出一个强势总统来改变现状。特朗普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人物。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证明，美国的问题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但他又不能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因为如果未来中期选举失利，自己恐怕是要倒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干脆直接搞起情绪政治，通过放出各种惊人言论吸引眼球，让民众相信自己再带着美国赢就行了。反正在美国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美国底层大概率看不出特朗普言论中的逻辑漏洞，这就让美国的画风看起来越来越像那个凭借唯心主义相信自己一定在赢的印度。